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价值的聚光灯，注意力重塑人类强化学习。这是一项同行评审研究，聚焦选择偏见背后的认知机制。它试图把注意力与价值学习写进同一个模型。核心观点是，注意力像聚光灯一样调制价值。关注越多的选项，会在主观上变得更有价值。这为许多非理性选择提供统一的认知解释。研究综合行为数据与计算模型来检验该假设。其贡献在于把视觉注意纳入价值计算框架。这份视觉解读将带你看完证据与逻辑链条。传统认知认为，大脑并不存在绝对的价值标尺。价值感知来自周围环境，不是孤立计算的产物。100名竞争者中的银牌会被视为高价值，只有2名对手时，银牌的感知价值大幅降低。这个鲜明对比说明价值判断具有环境相对性。理论假设的环境刻度从14延伸到86，大脑在此范围内线性重估每个参考选项。这套规则是经典的值域归一化理论意识假说。当3个选项严格等距时，中间项被系统低估。客观预期是14、50、80、63点完全等距。人类主观感知曲线在50处大幅下凹，中间项的主观价值被拉向最差选项一侧。纯值域模型预测中间项应落在正中位置，实验数据却与该预测出现了明显背离。简单线性重校准法则无法解释这个偏差。大脑为何会做出如此选择？这成了新的谜题。核心假设指出，注意力是价值的增益旋钮。视觉注意与价值学习被无限符号连接起来。增益控制旋钮决定奖励信号进入的强度。我们关注什么，什么就在主观上更有价值。该假设将价值扭曲归因于注视时长差异。若引导目光，也许能修正此类价值偏见，但这需要实验验证，尤其是严格的因果方向。证实后将重塑选择偏见背后的认知机制。实验采用2阶段架构，并全程追踪受试者目光。学习阶段提供完整反馈，通过试错建立价值认知。3类图案对应14、50、86 3个分值梯度。中间选项的热图显示注视时间异常集中。迁移阶段改用2对决，完全取消外部反馈。盲选可以探测真正内化的主观绝对价值。2阶段设计分离了价值学习与测量过程。该设计能让目光与价值形成可检验因果联系。为验证注意力是否驱动价值，研究设计了3组实验。实验1采用自上而下策略，操纵选项可用性，通过隐去最优解，迫使受试者转向中间项。实验2与实验3都属于自下而上策略，后两者干预时机与对象不同，分别增强刺激与结果。实验2调高中间图案亮度，提前吸引目光。实验3调高中间分数亮度，作用于反馈阶段。3组实验共同覆盖注意力调控的不同攻击面。实验1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注意力聚焦策略，控制组3个选项都可用，目光自然被最高分吸引。干预组在半数试验中会模糊化最高分选项，最高分选项将被模糊处理且不可再次选中。原本位于中间的选项，因此变成当前最优解。受试者被迫将目光停留在第2好的选择上。强制操纵视线方向会直接改变视觉焦点，能否借此修正价值扭曲，就看后续迁移测试。眼动数据表明，任务限制改变了视线分布，3选项可用时，最高分项占据绝对主导。中间项与最低分项注视比例都保持在低位。最优选项被隐去时，视线发生明显逆向转移，中间项的注视占比激增，并迅速占据主导。最高分项的注视比例出现最大幅度的下降。这种劫持效应将视觉注意力强推给中间项。迁移测试将检验该注视变化能否重塑价值。实验1结果证实，强制关注能修正价值扭曲。控制组采用自然目光时，扭曲参数为 4.67， 中间项的主观价值被显著拉向最低那一端。干预组强制关注中间项，扭曲参数降至 1.16， 拟合曲线几乎贴合对角线，非常接近完美线性。迁移测试排除选择重复，证实价值被重塑。学习阶段的注视投入直接重塑底层价值编码。目光干预不只影响决策，更重构内在价值表征。实验2与实验3都属于自下而上的视觉干预，规则没有任何改动。
仅调高刺激或结果亮度。实验2调亮刺激图案能在选择前吸引目光，中间的选项会更突出，能自然捕获更多注视。实验3的中间分值53，在反馈阶段被调亮，该亮度操纵发生在选择后而非刺激呈现期，被动凸显若生效，即证明注意力的因果作用。选择前后的差异正可揭示价值编码的关键窗口。实验2与实验3的结果指向完全相反的结论。调高刺激亮度后，中间选项的价值扭曲得到修正。两对决中，中间选项的迁移选择率显著上升。调高结果亮度的干预对主观价值毫无作用。迁移选择率与控制组相比，基本保持原样。大脑解码奖励时，看物品比看分数更关键。这种不对称关系指向刺激阶段的编码窗口。后续的结果注释并非价值重塑的主要通道。散点图显示，凝视中间刺激越久，价值认知越理性。横轴记录学习阶段中对中间刺激的注视比例，纵轴是价值扭曲参数 W， 数值越接近1越理性。散点群呈现着清晰且强烈的负相关趋势，粉色斜线贯穿其中，强化了这一方向性。注视最久的受试者 W 值趋近完美理性区间。个体水平的证据表明，结论不依赖平均数据。注意力投入的强度会直接调节价值扭曲的幅度。模型对决寻找大脑算法，4个模型拟合行为数据，忽略环境背景的绝对价值模型，建模效果很差。传统加权归一化模型缺注意力机制，勉强及格。纯注意力模型只看眼动，忽略奖励，拟合极差。注意力极值归一化模型融合视觉与奖励胜出。大脑的真实算法是视觉与奖励的乘积，只有奖励或只有眼动都不足以刻画行为。注意力不是噪声，而是行为预测的关键变量。注意力极值归一化模型给出了完整加工链路。客观奖励首先经过视觉凝视阶段的增益控制。注意力如同阀门，决定奖励信号的输入强度。注视增益后形成注意力加权的价值 R 下标 AT， 该加权价值随后进入极值归一化模块，模型最终输出主观价值，记作 S of R。 整个流程把注视与奖励合成为统一算法，由此解释范围归一化为何被注意力改变。注意力塑造价值的关键窗口位于奖励揭晓之前，选择前的看图时间贡献高达 80% 到 90%， 模型拟合的最高区间集中在刺激呈现阶段，结果揭晓后的注视仅占 10% 到 15%。 大脑在观看选项时已经开始编码奖励价值反馈阶段的注视，对价值重塑几乎没有作用，因此价值绑定发生在刺激阶段而非结果阶段。选择前的那道凝视正是价值的铸造炉。3法则统一强化学习行为经济学与视觉科学。价值相对性指大脑参照环境极值做归一化，注意力及增益，注视会放大或缩小输入信号。早期编码决定论强调反馈之前的凝视最关键，价值绑定发生在刺激阶段，反馈阶段作用有限，归一化因此叠加注视权重，不再是纯数学运算。3大法则共同构成认知闭环，也划分了适用边界，该边界限定在视觉注意期，不覆盖所有价值学习。可直接指导产品设计，利用颜色与动效拉长中档套餐的注视时长，注视时间变长会直接提升选项的主观价值感。这一结果可打破高不成低不就的选择偏见。货架布局不只是曝光，目光会改写价值公式，消费者大脑的相对价格公式随注视焦点改变。AI 智能体引入类人注意力，增益其强化学习，3项跨界应用可贯通认知科学与工程实践。价值不只取决于所得，更取决于注视之处。论文结合眼动追踪证实注意力调节价值归一化，最强证据是注视时长与价值扭曲参数强负相关。选择前凝视贡献了 80% 到 90% 的价值塑造作用。这个结论把设计焦点引向早期视觉编码阶段，边界在于实验基于短期任务与人工刺激，真实世界决策更复杂，结论需要谨慎外推。未来可探索人工视觉注意力增强、智能体适应性，完整机制与模型细节可阅读论文原文获取。